拉着魏无羡就离开了云深不知处。魏无羡道：“我们离开可以吗？不是还未休沐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无碍。”心里接了一句：“我抄家规就好。”看着魏无羡满足着吃着饭菜，蓝忘机又给魏无羡倒了一杯天子笑，害怕魏无羡也倒了。魏无羡喝了一口天子笑，对着蓝忘机抬头笑了一下。蓝忘机只能更加努力地给魏无羡夹菜，心里想着回去就要学习做菜给魏婴吃。回到了云深之后，魏无羡看着头发披下的蓝忘机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道：“蓝湛，我们今天还睡在一起吗？”蓝忘机红着耳朵点了点头。蓝忘机给魏无羡打了洗澡水，魏无羡美滋滋地洗了一个澡，出来之后就看着蓝忘机盯着他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“蓝湛，你看我干什么呀？”蓝忘机没有说话，上前运起灵力把魏无羡的头发烘干了，拿起梳子一下一下的温柔的给魏无羡梳起了头发，道：“魏婴，好了，该休息了。”魏无羡有些羞涩的爬进了床的里侧，盖上被子，对着蓝忘机道：“蓝湛，你也快点上来吧。”蓝忘机笑了笑，抬起被子的一角进去躺着。魏无羡忍不住侧身面对蓝忘机，蓝忘机也转身面对魏无羡，两个人的呼吸似乎都打到了对方的脸上。魏无羡的手一点一点地摸上蓝忘机的手，道：“蓝湛，你让我牵着好不好啊？”蓝忘机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握住魏无羡的手。两人就这样保持着面对面的姿势，面带笑意地睡着了。蓝忘机早晨醒时，发现魏无羡缩在他的怀里。蓝忘机面带笑意的又往里搂了搂，第一次不想起床，想一直抱着魏婴。魏无羡闻着檀香味睡着正熟，蓝忘机看着他怀里的魏无羡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魏无羡的嘴唇，咽了咽口水，小心地把魏无羡放到另一头的枕头上。魏无羡有些哼哼唧唧地找着些什么，蓝忘机赶紧把自己的枕头塞到了魏无羡的怀里。魏无羡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，抱着枕头翻了个身又睡着了。蓝忘机起身去给魏无羡做吃的了。厨房里，厨娘们一脸无措地看着，一只手拿书一只手做菜的蓝忘机，虽然会有失败，但是蓝忘机似乎在做菜上真的很有天分，第一次做菜就做出了色香味均不错的菜来。把菜放进食盒，手里的灵力涌动，菜可不能凉了。回到了净室，就把食盒放到自己的旁边，一只手往食盒里输灵力，一只手拿着书看了起来。魏无羡在睡梦中总能梦到一阵香味，他在梦中找啊找，就是找不到，急得他一下子从梦中惊醒。什么味道？这么好闻？蓝湛看魏无羡醒来了，回道：“我拿了饭菜，快起来收拾收拾吃饭吧。”魏无羡笑了笑道：“好。对了，蓝湛，我们昨天没有在那什么了哎，我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道：“那是双休。”魏无羡愣道：“双休？什么双休？”蓝忘机愣。魏婴。魏无羡道：“啊，你叫我干嘛？不对，你没张嘴啊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好像能听到我的心里话。”魏无羡、蓝湛。蓝忘机、魏婴。魏无羡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一样，蓝湛，所以我们听到对方的心里话呗。好好玩呐。蓝忘机：“魏婴，吃饭好吗？吃饭，我这就起来。”魏无羡发现这个以后就不正儿八经的讲话了，跟着蓝忘机就用心里话讲，有意思极了。蓝忘机也觉得挺好，本来他就不爱讲话。魏无羡一口接一口的吃着，心里却在碎碎念：“哇，好吃！蓝湛，这不是蓝氏的饭菜吧？”蓝忘机有些害羞的把他做菜的过程给想了出来。魏无羡吃饭的嘴一顿，道：“所以，蓝湛，这是你做的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：“我还不够好，我会对你更好的。”魏无羡笑笑道：“我也会对蓝湛好的，我们要一生一世在一起的。”蓝忘机丁生生世世，一生一世不够。魏无羡仰头大笑道：“好好，不够不够，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。”蓝忘机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蓝曦臣敲了敲门道：“忘机，你在里面吗？兄长进来了呀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在。”蓝曦臣见到魏无羡也在，还在净室吃着饭，有些奇怪的道：“没想到魏公子也在。”魏无羡赶紧起身行礼道：“见过蓝少宗主。”蓝曦臣回礼道：“魏公子不必多礼。”
蓝曦臣坐下，对着蓝忘机道：“碧灵湖边的百姓求助，说是碧灵湖里有水祟作祟，我今天是来找你一起下去除祟的。”魏无羡眼睛一亮，拉住蓝忘机的手摇了摇道：“蓝湛，你带我一起背。”又对蓝曦臣道：“蓝少宗主，带我一个背。我可会除水祟了。”